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杨紫的压力很大，穿着蝴蝶结上衣，戴着头饰要求约会的妆容，太可爱了。现代女性越来越注重细节，她们不再盲目追求个性，而是注重细节，注重衣服的搭配，这样才能更好地突出自己的气质。杨紫是出了名的漂亮，但她在穿衣方面却犹豫不决，尤其是在电视剧中，她和杨紫完全是两个人。虽然杨紫在剧组很讨人喜欢，但在剧中，然而她的性格很单纯，偶尔会暴露出一些缺点，让人很担心。色彩是影响女性着装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色彩也是一个方面。根据颜色的饱和程度，效果会有很大不同。当然，流行的颜色不一定要有饱和度，而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如果穿的不合适，太多的话，不仅会显得没有吸引力，而且会让人觉得不适应。在这部剧中，杨紫穿的是纯色，这件白衬衫简单而优雅，非常符合她的性格。一般的领口都是圆领和翻领，很难体现出时尚的魅力。现在的女性不再受传统服装的束缚，领口也是暴露的，比如最简单的一字领，就能让人摆脱单调的风格，增加女性的魅力。杨紫很少在电视剧中炫耀自己的身材，这一次她大胆地选择了一字领，把她的肩膀和脖子勾勒得淋漓尽致。她白皙的皮肤和细长的脖子不会使她的皮肤更加性感。一件衣服的好坏不仅取决于领口，还取决于细节，尤其是在纯色的衣服上，这种不起眼的小细节能给人一种独特的美感，但不要太累赘，简单的装饰就够了。而蝴蝶结是女人最喜欢的地方。这一次，杨紫戴上了蝴蝶结，但同样的颜色让她显得有些成熟。再加上她的肩膀，幸好她的身材不错，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妆容和发型是一个女人最重要的部分。虽然她不能改变她的气质，但她可以使她的气质更加突出。再加上她的气质，使她的身材更加完美。这一次，杨紫显然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棕色的头发、刘海、头饰、耳环，她穿得很纯粹。杨紫在网上问网友，这些都是她的真实写照。与电视剧中的单调相比，杨紫看起来更加时尚。她穿了一条简单而优雅的裙子，一点也不简单。她用很多小细节让自己的身材更加完美，再加上一双同样的靴子，这条裙子很时尚，很适合她的身材。这套衣服看起来很简单，但很适合你，保证你不会有任何问题。杨紫的套装，上身是短裙，下身是粉色，给人一种青春靓丽的感觉。冬天穿的时候，如果不能换上保暖的衣服，那就使自己的风格看起来更年轻，既不能使自己的风格过于保暖，也不能使自己的风格显得单调，还要使自己看起来更年轻，看起来更漂亮。杨紫穿着白色的衣服，头上戴着帽子，穿着白色的裙子，她看起来非常可爱，就像一个邻家女孩，而且她看起来一点都不臃肿。02肖战的下一个角色备受关注，每一个角色对他来说都成了蝴蝶。肖战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演员。”梦中的海完成后，肖战的下一个角色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有很多剧本供肖战选择，如何选择最适合自己、对自己未来星途最有利的剧本，肖战和他的团队会在权衡利弊后做出最合适的选择。肖战在入组之前，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都为自己的角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告别了过去的角色，也告别了自己，以新的状态迎接和拥抱新的角色。很少有演员能够在他们的游戏中脱颖而出，一旦出道就不容易陷入泥潭。其实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个不断提升自己、不断进步的演员。如果说魏无一是那个以真面目和纯真压倒所有人的人，那么后来的顾威、顾依依叶、5号病人，越来越多地显示出肖战投入的更多和更多，在他的表现上更加努力。所以观众会看到顾唯医者的仁慈和对女主始终如一、全方位的呵护，看到5号病人的痛苦、迷茫、寻求和无奈，看到顾一燕落在枪声中锻造铮铮铁骨，身体上和勇气上都比别人高出一步。
因为肖战的每一个角色都令人惊叹和惊喜，而且每一个都不是上一个的翻版，而是100%的耳目一新的体验。肖战的下一个角色，无论是古装剧还是都市剧，无论是演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或者是张扬俊俏的面容绅士，一定会引起大家的讨论和充分的关注和关注。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不仅要忍受炎热和寒冷，还要忍受千百次描绘他们的喜怒哀乐，从出土到长成茂盛的树木。在观众还在细细品味每一个角色的时候，肖战已经把它当成了人生路上的一站，偶尔回头看一看，以明确未来的方向，而下一个角色又会为自己的业绩图再添一抹亮眼。肖的下一个角色指日可待，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到花蕾的声音。03史上最火电视剧《斗罗大陆》垫底亲爱的爱带路。5. 斗罗大陆豆瓣 6.5。 肖战、吴宣仪领衔主演，陈亦儒、邱心志、钟镇涛客串，朱珠、高泰宇客串，黄灿灿、刘美彤、刘润南、丁小颖、敖子怡联袂出演，包晓松、陈小海和文升浩好友主演玄学励志剧。该剧改编自唐家三少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唐三从小失去母亲，与父亲同居，凭借自己的毅力和坚强克服重重困难的故事。原著小说受到了千千万万少男少女的追捧，拥有强大的原著小说粉丝群，但电视剧改编在播出前经历了许多波折。4. 30而已豆瓣 6.6。 江疏影、童瑶、杨佑、毛晓彤、李泽峰领衔主演这部都市剧。该剧以3个30多岁的女人的视角，讲述了令人羡慕的金字塔上层人物顾佳将丈夫从烟花程序员变成许先生，将自己变成许先生的故事。全职太太，内外兼修。然而，当面临家庭危机时，她选择直面它。而王曼妮则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叛逆者，坚信自己配得上比她的脸和大脑更好的东西，但她也有自己的烦恼。钟小琴是标准的多数，嫁给事业单位铁饭碗的老公，为自己做一份普通的工作，做一个普通的妻子。夫妻俩经济社会地位一夜逆转，女强男弱的婚姻瞬间失衡，让钟小琴面临选择。这部剧最成功的地方在于，让不同的女性在剧中找到自己或身边的人。没有强大的命题，也没有母仪天下的亲情，更没有天雷滚滚的狗血爱情，更多的是给女性的成长带来不同的思考，让女性看到更多命运的选择和可能。3. 以家庭的名义豆瓣 7.6。 谭松韵、宋威龙领衔主演，张新生特别出演，涂松岩、孙一、何瑞贤、安哥主演，张海玲、杨童书友情客串。该剧讲述了3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在原生家庭中遭受了不同的创伤，却在机缘巧合下成为兄弟姐妹的故事。大哥凌霄、二哥贺子秋和妹妹李建设在2位父亲李海潮和林和平的抚养下，相互扶持，共同成长。高中毕业后，2兄弟回到了他们的原生家庭。一方面，他们有了新的家庭成员，互相认可和珍惜；而另一方面，他们的亲生父母无法选择，但关系却很冷漠。9年后，兄弟俩回到了新的家庭，3人终于团聚，但原生家庭带来的心理问题仍然挥之不去。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困难，3人选择了合作。经过一番磨难，他们终于勇敢地走出了过去的阴影，让父母正视自己的问题，也让对方成为更好的自己。虽然他们被青梅竹马的甜蜜爱情所感动，但更多的是被剧中温暖包容的亲情所感动。2小月月豆瓣 8.2。 由黄磊、海清、陶虹、王艳辉、咏梅主演，沙溢、任重特别出演，周琦、李庚希、郭子凡、刘嘉怡主演的都市家庭剧。该剧根据卢隐公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恨铁不成钢的母亲童文洁和没有压力、热爱自由的儿子方逸凡因成绩而产生矛盾的故事。父亲方圆不得不充当仲裁者，在他们之间进行调解。单身母亲宋茜拒绝前夫乔卫东入侵母女俩的生活，开始对女儿乔英子的生活表示关注。父亲季胜利和母亲刘静的突然关怀，让由叔叔刘正抚养长大的季杨洋感到不知所措。初为人父人母的父母和刚刚步入成年的孩子因爱而联系在一起，但也因难以把握爱的界限而产生误解。影片中一众演员的强势表现，让观众感受到了单亲家庭、高考、
中年失业的痛苦，也带给我们对家庭和生活的更多思考。亲爱的，爱豆瓣6.6。杨紫、李现、李红旗、王真儿、李泽峰、江佩瑶、孔琳、王策、梁爱琪主演的青春励志剧，胡一天特别出演，秦沛特别出演，王乐君友情出演。该剧改编自墨宝非宝的小说《蜜汁炖鱿鱼》，讲述了柔情似水的女孩童面对热血青年韩尚言一见钟情，两人在高智商、高情商中碰撞出甜蜜可爱的爱情故事。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